大家好，今天的专业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聊聊的是，其实，在冷气尤其是家用型冷气，可以挑选的样式、跟款式、跟规格，其实也蛮多的，有包含了窗型、分离式的壁挂、分离式的砍入式，跟分离式的吊引式。在这么多的款式里面，大家是怎么挑选自己所要什么的机器呢？那我这边以下就罗列了一些可能大家会常思考、会想要讨论或有疑问的地方，那作为整理成一个表格，也给大家参考。那相信这样的整理应该会有助于大家去挑选自己，找到自己喜欢也符合自己需求的机器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最一开始先用一个很简单的结构的样式来跟大家讲解，那后面的那些功能就会从这个地方带出哈。窗型它顾名思义就是在墙壁上的内跟外直接砍了一个机器在这边，那它里面要在对于室内要做制造冷气出来，那室外它就有散热的需求。好，那分离式它就是内跟外机两个机器分开了。那内机它因为它壁挂的，所以它是挂在墙壁上，那里面制冷，外面需要散热，中间通过冷媒管将两个机器连接起来。好，这就是壁挂。那砍入呢，一样是分开两个机器。那内机的部分，它就是面盖露在天花板上面，所以就看你要在哪个位置。所以这个我没有画在墙壁上，就是它可以装在任意有天花板的位置，然后它是有2项也有4项的风向，所以画了4个出风箭头。那吊引式呢？吊引式就是一样内外机分开，那内机就可以任意装在你想要的位置。那根据我们的设计规划的需求，那重点是它的特色是它的风管可以根据我们现场的实际需求或实际的规划空间而任意的去拉我们要的出风口，那可以任意的去部件，那个就比较弹性一点，可以任意做任何的调动这样子。那这些构造呢，它所会衍生出来的一些各种大家可能会评估到的几个点哈。可能我等下会用以下的项目来跟大家讨论，就是可能包含了安静程度、省电程度、美观程度，然后它的费用、它的出风口以及它的出风的方向，然后最后是它在安装上面是否有一些限制等等，来用这4个类型的机器跟大家做分享及讨论哈。那如果我先以就是安静、省电跟美观这部分，我们用满分为5分的话，假若窗型是，我们就以3为一个居中值来作为界定的话，假若窗型的省电安静能够来到3分的话，基本上现在的变频机器，即使是窗型，都已经比早期的窗型安静很多了哈。早期跟来一台战车一样哈，现在的机器就基本上已经也是安静很多了，所以如果我说现在的变频是3分的话，那可能如果以我这样的比例来看，早期的定频窗型应该可能只有1分不到哈，所以大概会有这种差距。所以其实已经有安静了，只是比较起来，分离是因为它内机跟外机分开，所以它的安静程度当然可以再更安静一点点，然后它就取决于我们的风的大跟小，然后甚至我们的回风设计会影响它的出风的力度的差别哈，所以它是大约4到5分。那砍入也因为直接露出来，所以都是4到5分。那因为吊引式它是直接整个机器藏在天花板里面，所以你原则上它是透过风管在间接出风的，所以它的安静程度当然会再更小一点。但是因为风管的规划，所以它也会有它的缺点，就是假若风管规划的不这么顺畅，它的出风可能也不太好，那间接导致就是它的冷房效率就会有差别。
好，但是我们现在单纯以安静程度来讲到，那它确实安静程度它可以再更优秀一点点。好，那再来省电的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以变频窗型来讲的话，它现在如果是3分的话，那分离式大约就一样是4到4.5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就是关键的差别就是刚刚讲到的，因为窗型它是直接室内制冷、室外散热，它的冷跟热其实是在同一个机器里面发生。那在这个中间界面区，它终究还是会有冷跟热的交替的一个媒合区，而这个媒合区就会影响到室内它在制冷的力量需要再大一点点，而进而导致了它的耗能上面会比较再吃力一点，这就是它的原因。那分离式就是因为它内外界分开了，里面制冷，外面制热，所以冷跟热不直接的相互影响，它是透过间接的冷媒管在中间做连通流动，让里面制冷所产生的热流到室外机去散热，然后上完热的冷媒再流回来室内机继续的吸热的这个运作原理。好，那以此类都是一样的。所以以省电来看，为什么我说窗型如果3分的话，那分离式大约就是4到4.5，那砍入也一样，好，那吊影也是一样4到4.5，好，大概就这个原理。那最后一个美观度，美观度其实这个是蛮主观的，那我就单纯以你在屋子里面你会看到什么东西这件事情来做讨论的话，窗型你会看到就是一个机器的面板，它就是一个方方的一个面板，那至于好看不好看就完全是见仁见智哈，我这就不予讨论。那壁挂呢，就是你会看到一整个内机，那其实现在蛮多品牌也做的内机还算好看啦，好，但是就完全那至于这个美观度，就当然就是每个人的自己评价，它就是一个你会看到一个完整的内机。那砍入的呢？砍入的因为它是砍在天花板上面，它就只是露出一个机器的面板，好，它就只看那个面板而已。那至于美观度，这个机型其实一般人比较少知道。这个款式大概是你可能比较能够想象的是，可能我们去超商看往天花板上面看的那个有4个风口的那个，就是所谓的砍入型的哈，就是这个样子。只是超商的是商业等级啊，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家用等级的机器。那最后就是吊影式，就是因为你看不到它，所以那至于看不到就是最好看吗？哦，就是完全就是看个人的自己的主观的认定。好。那再来就是费用上面，就是因为窗型，好，我再折一下。那费用上面呢，窗型就是只有机器本体跟施工而已哈，那后面就会越来越多。壁挂就是机器本体加施工之后还会有铜管、电源、讯号线跟排水的东西，这个2个其实是几乎雷同，几乎一样的施工内容。好，当然这个还多了吊装啊，但是那个就是大概算施工，我就没有再多提。那吊影式呢，它又多了什么呢？它除了机器施工，然后我写反过来看不到这里，机器施工铜管啊，机器施工铜管。电源、讯号线、排水，然后最后一个多了导风系统，因为它可以，我们刚刚提到了嘛，它是可以任意的、弹性的去看你要怎么出风，你可以任意的规划跟设计你的出风管路，那它就是需要管道，就是它就会多了那个导风的设计。好，那再往下。好，再来就是出风口的，出风口跟出风的方向这件事情。窗型因为它就在机器身上，所以它的出风是单一的、固定的，然后当然是单向。那有些品牌他们有做双吹，所以它就有双向哈。所以我这边写单向，原厂是单向，那也有双向，但是它就是反正重点就是固定的。那壁挂呢，因为它的风口也在机器的身上，所以它也是固定式的，好像有点。也是固定式的，然后它就是因为就是一个下面的出风口嘛，所以目前有些品牌他们利用电子的基板设计的做法，让出风可以变成是所谓的
人体感应或热源感应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做到所谓的对人跟不对人，那感觉好像会有点弹性，但是原则上因为机器的物理上面的那个机器的本体就在那边，所以我还是定义它就是叫固定啊，还就是叫单向。那当然枫叶会摆向啊，所以就你可以再去那是后面再去做的，用电子的做法去做到的一个改变。但是原则上就是它就是固定跟单向哈。那分离式砍入呢，就是一样是固定，因为它一样出风在机器身上，它就是固定的。那它的款式呢，就刚刚提到的，就是它就是可能有4个方向或2个方向的哈，所以它有所谓的双向跟4向的这种款式，好，就是一样是固定，因为风口都在机器身上。那最后呢，就是吊引式它是可以弹性的任意去配置规划，好，这就是它的出风。那它的风跟机器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也可以拉得蛮远的，但是就这个叫规划好，因为规划不好的话，它就会有很多的后续影响。好，那我最后一个项目就是要讲的就是它在安装有没有什么限制？窗型的限制其实就蛮简单，就是我们的安装的那个窗型孔位孔径要足够大，长跟宽，然后深度，好，这些长宽高考虑到，那其实就可以安装了，就 OK 了这样子。那壁挂的呢？壁挂的限制就是外机，就重点就是要有一个可以散热，然后安全的一个环境。这就是其实网络上面大家一直在提到的，就是所谓的危险施工，也是所谓的为什么其实原厂他们在不安全的环境之下，也无法为您提供所谓的那个保固服务这件事情哈，即使不是保固啦，就是超过保固之后，这个环境如果不安全，其实我们讲的那个一点。师傅工作也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已，他没有必要为了帮你安装冷气而跟你卖命哈，这个命是蛮重要的，所以基于这些条件啊，所以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其实是客人也必须去注重的，这不是厂商或者是施工人员要漫天开价要故意要削你的哈，其实你只提供一个安全环境，那厂商就照你的环境去做，他们也安全，那大家都好，其实应该是这样子来思考。那内漆的条件呢，就是因为它直接壁挂，所以它条件其实还好，相对弹性，但是它有一个重点就是它需要一个足够的回风，那这个是指说它的那个施工高度，因为机器本身大概就30公分28、9了。有些系列有些品牌的有些系列可能到25左右，20有这么低吗？有这么低的，25到28、9左右，那我们就抓30就好。所以上面大约还得给它10公分，所以机器至少我们施工起来最少希望要有40公分的那个距离，那甚至可能考量到排水啦，有的没的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希望能够来到45之类的，好，这些高度的限制就是这样来的，好，但是它就是要重点在考虑到回风，因为如果你给它的上方的进气量不够的时候，其实它的它既然吸不到风，就跟我们人比赛一样，你吸不到风，你就会越用力去吸气，那你人自然而然就越不舒服。冷气也是一样，如果它吸不到风，它就没有它就没有足够的空气来让它降温，让它制冷，那自然而然它也吹不出足够量的冷气出来。好，这就都是会有环环相扣的。那这也进一步可以说明到为什么当机器脏了，冷气就会不冷。好，这都是也是一个原因。即使你安装的时候那个位置都非常好，那都没问题。但是你机器脏了，把滤网挡住之后，它一样会造成吸不到风的这个问题。那因为一样的概念，吸不到风，那就做不出，没有足够的空气让它制冷，那没有办法足够的空气制冷，它就吹出来的风的那个量就不够，冷度可能会过冷，但是量会不够，所以很快的吹出来的那个冷空气在空气很快会被稀释平衡掉，所以才会感觉到好像冷气反而不冷，那甚至有时候会因此而开始产生滴水，这都是这样来的。那
关于冷气清洁这件事情，我或许后面再做一支跟大家分享它的前世今生的这个东西的来由，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样子。那我就先继续今天的题目，然后再来就是砍入型的哈，它的一样就是外机都是一样，就是需要一个可散热然后且安全的环境。那内机因为它就是面露在天花板之下，但是它机器本体其实大部分在天花板之上，有一种冰山一角的感觉。那因为它机器要有这个厚度，所以它一般它的高度会比较高，就大约在30到40公分，看品牌，然后看系列哈。那所以这个高度是算是蛮高的一个限制，一个条件而已，它也是一个限制，所以这个可能就要去取舍哈。但是如果有好的空间的话，其实它这一次服务4个面向，其实装在一个空间的正中心的话，其实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好，这个也是一个考量。那最后吊顶式呢，因为它就好，先来就是外机一样，也是一个需要一个可散热然后安全的环境。那内机呢，刚一样先讲这个高度的话呢，它就相对起来就是它本体的本体的高度只有20到25公分左右，所以它高度限制来相对于砍入型讲还是相对的比较小一点。好，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吊顶式的重点应该是要放在它的出风跟回风的规划跟设计。那原则上所有品牌都差不多，原则上出风跟回风的比例最好是1:2到1:3的这个比例。这个是指说我要吐出一口气给你，我最好要能够吸到2口或3口的气进来，我才有足够的量再反馈回去给你。那如果你的风的规划设计是小于这样的1:2或1:3的这个比例的话，那很容易发生的状况就是我吸的量就是这样子，那吐出去量就也是有限。那因为它又藏在天花板里面，它的周遭环境其实是更狭小、更隐蔽的。所以如果我们在开孔出回风的这些规划设计上面，如果设计的不够好的话，其实很容易发生就是MR 天花板容易有共震动的声音，因为吸风嘛，它吸不到风，它就一直在抽。那天花板上面的风被抽干，不可能要干，但是物理上面就是它就是几乎快要被抽掉的状况之下，那下面的天花板之下的大气压就一种往上挤，但是因为空间那个孔道的空间不够大，所以那个在挤压的过程当中，那个天花板那个木板就会有振幅的这个现象发生，所以有时候会异音发生这些东西等等的状况然后冷气不冷，这都是会间接在进一步的导致会发生的事情。那好，就这张表格整理在这边，最后一个近照给大家作为今天的一个结束，然后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然后给大家参考。我这个画面定格一下，这样子。好，这样可能会有人会需要截图或干嘛，那没关系，给大家一个方便，然后给大家一个参考。这样子吧，好，可能差不多。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好，应该差不多吧，30，再停个5秒好了。OK， 好，谢谢大家。